你是在威胁我？一介商人你也想玩火？谈不上威胁，只是阐述一个事实而已。如果同济会成员跟魔都圈子发生利益摩擦，或者是跟傅大少发生利益冲突、矛盾冲突，我能让魔都这一亩三分地重新洗牌，我能让你们傅家在魔都的根基分崩离析，而你们傅家那位已是入主紫禁的傅国，只能干瞪眼。叶董好大的口气啊！魔都市聚韩局的公子韩博远是吧？首先就拿你父亲韩文斌来开刀。傅大少还是那句话，我能将魔都翻过来，除非说你们傅家阵营里头的主一个个都是一清二白的，否则，哼哼。当然了，如果傅大少加入同济会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傅大少，约见叶董你也不把我给捎上啊？你怎么也在这？喂，来魔都谈点事儿，完事合作方在荣府宴这儿进行招待。我刚才出去接电话，正好听到工作人员在议论咱们的叶董大驾光临荣府宴，所以就过来一看究竟了。没想到是傅大少安排的局。话口未完，林夕走到叶松身旁，在傅一山跟韩博远那不敢置信的眼神下，把手放到了叶松的肩膀上。阿松，傅大少给你设的不是鸿门宴吧？阿松，本来因为林夕的那一动作，傅一山跟韩博远就已经觉得匪夷所思了，当下突如其来的一声阿松，更是让俩人彻底傻眼。能让这位49成林家的新生代翘楚千金称唤阿松，并且关系如此亲密，这特么的叶松究竟还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来头底细？一个连王大少都说我惹不起的爪，林姐说我敢设鸿门宴吗？王建安说的倒是没错，你傅一山还真的惹不起他。冒昧的问一下，林姐跟叶董是什么关系？关系吗？他是我哥。要不要坐下来？那边还得谈事呢，我就是知道你在这，所以过来打声招呼而已。浅笑言罢，林夕看向傅一山，傅大少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们聊的是什么，但我可以给你个建议，这位可是大腿来着，能抱就抱，能抱多紧就抱多紧，对你有利无弊。林姐，你知道的，我一直都不喜欢向人低头，哪怕你们49成的肘过来，即便是王大少都好，我也没有低头的习惯。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，不过回去后多敲一下木鱼，积点功德。好了，招呼打完了，我也该回去了，回头有空再去。今晚的饭局结束，我就得飞回燕京，看什么时候我再去山青找你。走吧，赶紧忙你的去。目送着林夕那妙曼绝伦的完美背影离开包间后，傅一山跟韩博远以及看客一般的秦朗都是久久无法回神。叶董，看来是我低估你了，没想到你跟林家千金竟然还有这么好的关系。傅大少，就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，你可以好好考虑考虑。我会好好考虑的。不着急，到时若是同济会真的成立起来，我会给傅大少发出邀请函的，届时傅大少再行决定即可。叶董怕是笃定我不会拒绝吧？所谓笃定太过于绝对了，毕竟决定权在傅大少手中。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我不是主动找你，你会如何？不如何？如果傅大少不主动找我的话，那就说明傅大少不是我的菜，或者该说不是同济会的菜。与此同时，同济会的大门也会就此对傅大少关上。傅少，这家伙究竟他娘的什么底细，能让王静安忌惮有加不说，还让林夕如此看重，不应该说是酌情。看来他跟林家人的关系是真不简单。仅仅是跟林家人关系不简单的话，绝不至于会让王静安那么忌惮。看来他背后是真的还有许多不为咱们所知的底细。那咱们，我再给王静安打个电话，看他愿不愿意给我交底。这也太他妈邪乎了。没有太多的迟疑思索，傅一山当即拿出手机按下了王静安的号码。跟他见完面了。王大少，你能不能给我交个底？他究竟是什么底细？然而电话那头的王静安闻言当即陷入沉默。片刻后，怎么这么问？中途林夕突然跑了进来，不但动作亲昵，在我问起他跟叶松是什么关系时，他直接来上一句叶松是他哥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明里暗里的敲打起了我来。你觉得他俩会是什么关系？我要是知道的话，就不会打扰王大少了。不过看得出来，这位林家千金对星爷的很是着紧。要不是叶松已婚有家室，我甚至都得怀疑他俩是不是存在着恋情关系。但王静安却是再度无声起来。有关叶松跟林家的那重关系，他断然是不敢说出来的。一顿思忖后，以后你自然会知道的。随即话锋一转，他是不是对你抛出那什么同济会的橄榄枝了？那不叫橄榄枝，叫威胁。威胁。如果我想，我能让魔都这一亩三分地重新洗牌，我能让你们傅家在魔都的根基分崩离析，而你们傅家那位已是入主紫禁的傅国只能干瞪眼，你信吗？他真这么说的？他加了一个前缀基础，那就是当魔都圈层跟他的同济会爆发冲突时，话说王大少，他是虚做声势还是真有那个能耐？放大话不是他的性格。王大少，听你这意思，他是真的有那个让魔都重新洗牌的能耐？你敢赌吗？敢赌吗？赌叶松是否能让魔都重新洗牌，是否真能让他们老傅家的根基分崩离析？在傅一山的沉默中，听我的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如果你不想加入那同济会，你可以拒绝，只要你能够确保你们傅家或者魔都圈子不跟他发生冲突，确保能做到彼此双方井水不犯河水，那就算你不加入他的同济会，他也不会怎么着你的。
王大少，如果他的同济会真的发展起来，你觉得真能做到不产生利益冲突吗？还有克氏，以他对同济会的规划，如此组织，你觉得上头能放任着任其成长起来吗？如果是其他人，答案肯定是否定的。但是他不好说，甚至可以这么说，他既然敢去构架这么一个组织，那想必肯定是有兜得住的底气的。这接连的隐晦信息让傅一山彻底凌乱，因为从王静安的话语中，他不难听出叶松那厮怕是跟紫禁高层那边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了。在他的正然失神中，那头的王静安也直接挂断了电话，连招呼都不打。也就在王静安挂断电话的下一刻，傅一山仍是拿在手上的手机倏然作响。看到来电显示后，傅一山下意识地板正了身体，神色顿即变得肃然不已。喂啊！我听说山京的叶松到魔都了，是吗？啊，您还关注起他来了？我也是才听说的，不要招惹他，切记千万不要招惹，甚至若是有机会的话，想办法跟他处好关系。啊，他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在父亲的这一叮嘱下，傅一山的神色彻底不自然了。王静安被他踩在脚下，这事你应该知道吧？但我要说的是，不仅是王静安，连王家似乎都被他给拿捏住了。除此之外，听说他还曾被老总在紫禁大院中深夜召见。闻言，傅一山的大脑再次空白。老总深夜召见，这不是他到底什么来头？这个你不用去理会。总而言之，就一句，千万别去招惹他，哪怕无法建立交情都好，也绝对不能成为敌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一声恩罢，已是身居富国的紫禁成员傅荣光挂断通话。傅少，傅伯他说什么了？看着傅一山那接连的神态变换，察觉到不妥的韩博远急忙冲问。他听说了叶松现身魔都的事儿，他让我切记不可招惹对方，千万不可招惹。什么？韩博远的大脑也随之宕机起来，能让官居富国的紫禁成员特意打电话回头做出如此警醒交代，叶松他究竟通天到了什么程度啊？幸好今天没把杜成大的虎皮带过来，不然事情就麻烦了。傅一山不再对此去回应，脑海里已经被问号给铺满了。从发家到现在不过4、5年的时间，不仅将王静安踩了下去，还将王家拿捏在手，甚至连老总都在紫禁中对他行以深夜召见。这连小说都不敢这么说，又或者该说，连小说都不敢写出如此逆天牛皮的角色来。那个姓叶的背后究竟还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能量及资本？叶董，似乎一直都扮演着透明角色的秦朗，硬着头皮跟在叶松身后轻唤一声。本来跟在叶松身边，他就有一种莫名的无形巨大压力。在经历了叶松跟傅一山的这出饭局后，秦朗的无形压力更是成几何倍数地无上限暴增了。在吗？担心傅大少回头会找你的麻烦是吗？我这不担心。先不说我这种小角色是不值得傅大少来找麻烦，就说看在叶董的份上，傅大少也不会怎么招我的。看来你还挺通透的吗？叶董，您今天带我过来参加傅大少的这一饭局，您是想？不敢跟叶松绕什么圈子，更不敢跟叶松打那种试探的马虎眼。秦朗很是直白地问出内心深处无法确定答案的问题来。你之所以给老叶打电话想要招待他，不就是想着借机图一个机会吗？他现在就让你如愿以偿了。随着你今晚跟在老叶身边，在傅一山、韩博远面前亮相的这一出，基本意味着你坐拥半只脚踏入傅一山那个圈子的机会了。接下来的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仍是没等叶松作答，叶成英就已抢先玩味笑说：“我这没有狂喜，没有激动。”秦朗更多的则是发懵。是的，发懵。哪怕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儿，但这份机遇也来得太过于唐突，太过于贸然，甚至可以说是太过于意外了。这什么这的，还不赶紧感谢一下叶董？叶成英的玩味之色更甚，无他，因为这种所谓的机遇对秦朗来说绝对是极具考验性的。毕竟秦朗仅仅是以小透明的角色跟在叶松身边，于傅一山跟韩博远面前亮相而已。毫无疑问，秦朗若想通过这一机遇进入魔都最顶层的圈子，这无疑是极度考验道行跟功力的。感谢叶董的提携，秦朗莫齿难忘。别急着说谢谢，真要谢的话，回头等你真能打入到魔都的顶层圈子中，并且成功立足后再谢也不迟。无论能不能挤入傅大少的圈子，就叶董今日的提携，对我秦朗来说都是莫大恩赐了。秦朗不假思索的连忙表态，殊不知叶成英却是摇起头来，眼中略带少许的失望之色道：“如果你无法挤入魔都的这一圈子，那就意味着老叶今天将你带在身边的做法是多余的、无谓的。”行了，扯这么多干什么？别给秦总添这种压力。叶松没好气地面朝叶成英说了一声，而后才又笑着冲秦朗道：“那个秦总，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吧。”好，叶董、叶大嫂，我送你们。直至迈巴赫的车影彻底消失在视线中，都仍是久久无法从今晚的经历中缓过神来。魔都天字号大少傅一山被压制到毫无第一大少的风采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一介商人的叶松哪来的资本说出能让魔都重新洗牌，能让傅家的根基分崩离析？太多的问题堆在了秦朗的脑子里，让他根本无从去进行消化。但他当下也无暇去想那些，牙关一咬，做出了守在荣府院门口等待傅一山跟韩博远出来的选择。
既然叶松给他提供了机遇，那他就得趁热打铁。哪怕说今晚的这一饭局对傅一山绝对是不愉快的，故此他所做出的蹲守选择，有可能潜在着承受傅一山怒火的概率。可他顾不了那么多了，赌一把，必须要赌一把。老爷，你说那个叫秦朗的接下来会如何？直接回去还是蹲守傅一山离开？你觉得呢？我对他毫不了解，给不了看法。但他要是选择直接回去的话，那真就是朽木不可雕也了，也白瞎你赐给他的这么一个机遇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看来一向都鲜有走眼，所以料想他不至于会那么愚钝才对吧？对此，叶松笑而不语。站在秦朗的角度上，一旦选择蹲守傅一山的话，这无疑是存在着一定风险的。风险在于有可能会成为傅一山的出气筒。当然了，在叶松看来，这种概率是为零的。毕竟就凭自己说的那些，再加上中途意外出现的灵犀前来助阵，所以若是不出意外的话，傅一山在自己离开后肯定还会再去找王静安打听自己。当这些结合在一块之后，傅一山绝对不可能会对秦朗怎么着，相反，秦朗还极有可能就此搭上傅一山跟韩博远这条线。所以一句话说到底，就看秦朗敢不敢冒着给傅一山添堵的风险去赌一把。只要他敢赌，一定不会输。